相信大家都听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吧。上一支影片分享经过调查访谈后，去定义在谈判桌上面对的另外一方，还有在上集分享如何辨别客户的形态。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面对要打仗的对手是属于哪一个标签？接下来这一集就来讨论如何用一些手法精准的阅读对方，以及提出解决方案，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双赢的局面。相信经过这一集之后，你会更清楚去判断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进而去解决问题。Hello， 欢迎来到逐梦创业家 Dreams Boomer， 我是连续创业家 Mickey。这是一个有关创业以及接案的商业知识分享频道，希望在这里能够让你一同学习成长，提升战斗力，赚大钱。欢迎分享、订阅以及追踪。上一集影片分享经过调查访谈之后，去定义在谈判桌上面对的另外一方。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再进行会议，千万不要忘了建立会议议程，做一个顺畅的会议，并且做记录，甚至会让你报价更高。特别是当一方似乎急于达成协议，而另外一方只是浪费时间交换讯息，有时就算立场坚定、筹码多，如果不知道如何应对场内动态，也将输个精光。不管碰到任何情况，一定要明确谈判过程，以把握以下原则：第一，利用资讯差异；第二，提出问题，共享讯息；第三，同时协商多个问题；第四，使对方脱离细节问题；五，注意利益而不是立场。紧接着要做好的是清楚自己的立场，做好万全准备，善用资料、数据和证据来做自我防卫。第二，建构提议条件的草案，并将它们整合起来，让谈判对手能够清楚了解，进而接受你的提议。第三，你的提议内容详细内容为何？是否可以将内容图像化，让提议内容更完整清楚地呈现给对手？第四，你的提议对谈判对手最大的好处为何？第五，对方的次佳选择为何？你的提议相对之下好在哪里？第六，你要知道如何回应，排除对方的反对意见。第七，如何让对方横跨购买障碍。第八，为了让双方达成协议，你愿意做出何种取舍或者是让步？记住，你建构提议的目的是要找到谈判双方的共同处，也就是双方都乐于接受的协议内容。事先想好提议的内容与架构，先沙盘推演几个你认为双方会想要的选项，最后再思考一下你的底线在哪里。当然，有时候会需要提案作为桌上谈判的重兵武器，然后拿到专案。我在未来的另一支影片会去讲解如何提案这个大议题。讨论到一定的状态之后，其实就进入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期待值管理。这个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客户完全理解他会从你这边得到什么，解决什么问题，让他们公司获得进一步的成长。如何做到，以及最后的安心授权给你。这整个过程就是在管理客户的期望值。我们前面有谈到，谈判桌上见高下，开局阶段掌握主动权，才能够占据谈判的优势，切中问题的要害，令对方听从你的意见，用利益唤起关注，激发对方的兴趣。然而，相信对手的美言，倒不如观察他的举动更可靠。心理学发现，人的身体语言会泄露内在的秘密，而这样我们才能借此做过最精准的决策。就像是 FBI 如何透过阅读犯人的肢体语言，挖掘出他最深层的秘密。例如说，脸部的表情如何影响谈判，或者是使用什么样的
肢体语言能够在谈判中更快速建立信任和融洽关系，向前或向后倾斜、双背交叉，或者是双腿交叉、手势等等。谈判中，如果对方动作生硬，你就要提高警惕，因为这很可能对方在谈判中为你设置了陷阱。同时，你还要注意他的动作是否切合主题。如果在讨论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就做出很夸张的动作多少有一些矫情做作，则有可能欺骗意味的增加。需要仔细辨别他们表达情绪的真伪，避免受到影响。另外，如果对方经常咬住自己的嘴唇，那是一种表现自我怀疑以及缺乏自信的表现。因为在生活中，人们遇到挫折时容易咬住嘴唇，惩罚自己或感到内疚。若是在谈判中用到，则说明对方已经开始认输，内心开始妥协退让了。读懂他眼神中的语言，双方将先从眼光接触，而眼睛因为具有反映人们内心深层心理的能力，所以能传达出很多真实的情绪。Read them， 读懂对方潜意识习惯，在谈判时将手逐渐伸开，说明他现在的心情是放松，可能正想要陈述观点。伸开的手指头就是在释放压力，也是在鼓励自己，就像小学生举起手回答问题一样，赋予自己自信。反之则会交叉腿、交叉臂、插胸，呈现一种封闭的姿态，保护自己的意味浓厚。哦，对了，未来我还会分享更多有关报价这个议题相关的影片，十分欢迎大家在分享、订阅、追踪，并在下方留言提出你的问题。听到这里，我们再稍微深入一点。如果我们大致上了解对方对于专案种种想法以及需求，并尝试打破对方既定的想法，那就来启动 brainstorming 发想大会吧。这个方法专门应用在常在谈判桌上突然改变了约定的方向，或者是鬼点子突然很多的人。这特别是突然改变的约定，这对于所有熬夜赶专案的人，专案里面所有的合作、研究、内部团队协作，全部都浪费了，全部都需要重来。这个方法可以把好的、坏的各种想法一起在发想大会上提出来，并厮杀一番，最后过滤出来的结果，以及确保大家的目标是一致，就可以大幅淘汰掉中途改变方向的可能性，也可以保护你在谈判过程中免除不必要的需求，因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大量的沟通攻防战。例如之前与我们合作的公司，内部团队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喜欢不停的在项目范围内添加项目，跨线测试我们的忍受范围。最后我们提出我们认为最终项目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其他几个项目，但对方团队还是跳脱出我们双方一起界定的方案，对应范围蔓延的第一道防卫线，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合同中包括的哪一些内容，以及不包括哪一些内容。这可能需要事先提供更详细的文档，对，很麻烦，但可以避免日后出现许多头痛以及不满之感。这些听起来都很啰嗦吧？但他们只是占你总精力的 20% 去讨论，在桌上讨论的 80% 的时间集中在提出解决方案。你如何充分利用综合谈判手法以及策略？如何在谈判桌上创造价值，创造双赢谈判的策略？你有什么提议？这提议对对方到底有什么好处？互惠互利的谈判有3个步骤：第一，识别和澄清双方各自利益；第二，集体讨论任何可能创造价值的机会；第三，谨慎的审视评估所有的 option 选项。事实上，其实每轮谈判的结果都不外乎以下3种：第一，好，就按照这个条件，合作愉快；第二，不行，这些条件得再研究研究，我们希望这样，你可以再过目一下。
或3，不行，你的条件我们没办法接受，我们现在的交集是0，共同数完全不存在。我想我们只好保留与贵公司的谈判，保留与其他方接触的权利。协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双方达成协议或其中一方放弃。其中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成本费用，知道在这里面获得什么，底线在哪里，并坚守自己的底线，绝不妥协。听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谈判也是如此。赢者不全赢，输者不全输，但要专注在建立长期的共同目标以及价值，以实现相同的结果来驱动目标，以实现双方双赢的局面。本集内容希望能够让你了解该如何在不同阶段的桌上谈判有相对应的解法。如果有人希望我录制谈判攻防战的案例影片，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有没有人想看。欢迎订阅、追踪、按个赞。我是逐梦创业家 Miki， 下次再见。See you on the next one. Bye, adios, ciao.